2002年，一部名为《致命弱点》的谍战小说在网络上开始了更新。因为情节描写真实，设计桥段丝丝入扣，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，作者本人更是一夜之间收获了上万粉丝。但读者恐怕不会想到，这本书的作者杨军之所以能写出如此真实的情节，不是因为他的写作天赋很高，而是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他本人就是一个间谍。恐怕这是电视剧都不敢上演的离奇情节，但偏偏就在现实生活里发生了。作者杨军1965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，他的童年经历是很值得同情的。在他7岁那年，他的母亲便身患重病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所以没有条件为母亲做长期的治疗，母亲就在贫穷之中撒手人寰，这对年幼的杨军刺激非常大。根据后来杨军的供述，正是在母亲的葬礼上，他第一次对国外产生了向往。因为有几个亲戚来祭拜的时候说，他母亲这病如果在国外说不定是可以治好的，还提到一种叫做阿莫西林的药，说这种药国外到处都是，便宜得很。7岁的杨军对外面的世界只有一个很模糊的认识，母亲的死让他的精神正陷入一种极端的无助，而亲戚无心的话却让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他开始相信一切的悲剧是因为自己没有生在国外。母亲去世之后，杨军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学业上。他虽然出身贫苦，但是头脑聪明，从小成绩就在班上名列前茅，考重点中学、大学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。而且他还过早地展现出了语言方面的天赋。当时由于条件落后，所以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配置英语课程，但是杨军却很早就学会了讲英语，这完全是他依靠几本买来的英语教材书还有听磁带自学成才。又过了几年，高中毕业的杨军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，攻读国际政治专业，而选这个专业就是为了他的出国梦。来到复旦大学之后，杨军觉得完全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，自然有了很多接触外界文化的机会，复旦大学里也是人才济济，杨军恨不得立刻和国际接轨。而他与国际接轨的头一个方式说来有些好笑，他想起一个英文名字，可是他自己对于英语国家的起名习惯并不了解，所以便打算拜托同学。不过他这个想法在同学们眼中多少有些奇怪，虽然想出国的人不少，可是杨军表现的未免也有些太莽撞太积极了，大家都觉得杨军是个怪人，加上杨军本身来自外地，自己也觉得和上海的同学们格格不入，内心难免苦闷。但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名叫佩恩的美国留学生竟然主动找到了杨军，想要和他成为朋友。佩恩这个人可不简单，他出生在美国的富裕家庭，而且还是一个来自哈佛的交换生。这几重光环砸下来，杨军头晕目眩。在他眼里，永远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，他做梦都不敢想有一个美国人会主动和自己来往。所以最初在他心里，佩恩简直是可以比肩神明的存在了。两人渐渐熟悉起来之后，佩恩便常常和杨军聊起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。佩恩嘴里的美国简直就和杨军想象之中一模一样，科技发达，每一个人都过得无比幸福。佩恩还告诉杨军，他的母亲如果生在国外，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疗保障，就算是绝症病人，美国政府也绝不会放弃他们。一句句话落在杨军的心里，他对美国产生了更强烈的认同。他恨不得现在就立刻收拾行囊，去美国这样一个堪称世界之光的国家生活。可是一心向往美国的杨军却没有料到，佩恩这个美国人之所以愿意和他来往，不是出于友谊，而是在精心设计一个陷阱。1987年，杨军和他的老朋友佩恩都完成了学业，佩恩要回到美国生活。临别之际，杨军非常不舍，佩恩则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表示一有机会还是会回来和杨军叙旧，还暗示杨军要好好努力，说不定有机会拿到美国绿卡。当然，对彼时的杨军而言，去往美国还太遥远了，他还是要在国内找一个饭碗。不过他毕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成绩又如此优秀，想要找一份好工作并不难。没多久，外交部就对他伸来了橄榄枝。平心而论，杨军的能力完全对得起外交部给他的这份职务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处理工作很有效率，领导对这个年轻人非常欣赏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却发现事情不对。许多领导对当时的杨军下了这样一个评价：欺软怕硬。多年来对于欧美世界的向往，让杨军在面对欧美国家的外交人员时，
总是表现得格外的谦恭和卑微。但反过来，当面对一些亚非国家的时候，杨军的态度就非常傲慢了。在杨军看来，世界上的国家就是分3、6、9等的，欧美是第1等，而亚非国家的等级比中国要低上不少。如果是自己在心里想想也就算了，可问题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外交人员了，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的是我国的形象。一个外交人员如此的拜高踩低，还对欧美国家百般谄媚，这岂不是败坏我国的形象吗？对于杨军这样的表现，领导非常不满，明里暗里都找他谈过几次。可是杨军的思想早就已经根深蒂固，不管别人怎么劝说，他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自己的行为。因为杨军始终没有办法调整心态，所以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便被调离中央，派往海南工作。虽然没能在外交部大放异彩，不过来到海南之后，杨军反而混得风生水起。原来当时因为改革开放，海南作为国家对外交流的前沿，要负责很大一部分招商引资的工作。杨军的才能这时又发挥了作用，他会外语，所以每次有和外商沟通的机会，领导都是派他去。在工作场合锻炼了几年之后，杨军已经褪去了往日的青涩。虽然对欧美国家还是谦卑不已，但毕竟是谈生意，他的谦卑倒也没有影响大局，反倒是哄得不少投资商心花怒放。几年下来，杨军的工作业绩十分漂亮，仕途自然也就一帆风顺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军接到了佩恩从美国打来的电话，一听见老朋友的声音，杨军非常兴奋。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佩恩便提到想要邀请杨军来美国做客。一听美国2个字，杨军心中的理智再次崩塌。他立刻利用职务之便，专门给自己调出来了几天假，在佩恩的安排下，火急火燎地飞往了美国。来到美国之后，佩恩热情招待了他，不是带他去豪华酒店消费，就是带着他四处游览。几天下来，纸醉金迷的生活让杨军更加相信美国是人间天堂。在杨军最兴奋的时候，佩恩问他想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。这是杨军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怎么可能不想呢？他连忙点头。佩恩则告诉他，想要成为美国人，现在就有一个好渠道。面对着杨军疑惑的目光，佩恩终于说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他就不是什么美国留学生，他是一个美国政府精心培养的间谍。当年他来到中国，正是为了物色合适的间谍人选。那时候杨军一心向往国外，又要学外语，又要取英文名字，在整个学校都出了名，佩恩想不注意到他都难。现在杨军飞黄腾达，能够接触到很多核心情报，美国政府决定让佩恩揭露身份，把杨军吸纳到美国的情报机关。佩恩对杨军保证，只要他乖乖地配合美国的行动，不出几年，美国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民的身份，至于金钱地位，更是一个都不会缺。杨军只要点头，他立刻就会成为美国派往中国的间谍。面对这样一件出卖国家的事情，杨军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。他满脑子都想着自己即将成为美国公民，而浑然忘记了祖国对自己的培养之恩。回国之后，在美国的指示之下，杨军辞去了公职，来到香港一家集团工作。美国之所以这样安排，是因为他们知道香港马上就要回归，而且杨军过去在政治圈积累的人脉都在香港，和大陆这两边一联合，他们能得到数以千计的珍贵情报。果不其然，1997年香港回归了，杨军在圈子里的地位水涨船高。没多久，他又在美国的刻意安排之下，成为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专家，对外宣称是一个研究国际战略方向的学者。当时随着外界文化进入中国，思想激烈的碰撞，导致外国对于许多年轻人产生了致命的诱惑力，正如杨军的当年。佩恩也注意到了这个机会，他指示杨军要利用他的3寸不烂之舌，在中国鼓吹外国的好处，挑动一些人的恨国情绪，使得大厦从内部崩塌。虽然这只是动动口舌的事情，但是思想上的歪曲是真的足够摧毁一个国家的。当年的苏联就是例子。为了完成美国人交给自己的任务，1999年，杨军带着全家移民了澳大利亚。随后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发表文章，贬低中国，鼓吹外国。他的文章很能抓住当时年轻人的心理，所以备受欢迎。到了2002年，杨军觉得自己工作的力度还不够，仅仅靠着在网络上发几个帖子，关注度还是太小，所以他干脆打算写一本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。当然
他决定写书还有一个目的。此时他做了几年间谍，一直没有被发现，心里早就膨胀了，甚至他把自己视为美国情报线上的英雄人物。只是他做的事情见不得光，平时就算吹牛也不敢暴露自己，所以他打算用写小说的方式让自己实现青史留名的愿望。就这样，《致命弱点》这本书诞生了。从这本书第一天在网络上更新，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这也可以理解，人们并不了解一个间谍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所以书里的故事越真实，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。杨军在书里描写的可都是自己实打实的经历，不火都难。自然，在几部书里，杨军也夹带了满满的私货。在他的书里，为美国卖命的间谍是一个受尽苦难、逆转命运的英雄，美国成为了英雄背后的支持者，而中国则被暗暗地塑造成了迫害者的形象。随着书籍的爆火，杨军又打着作家的名义，时不时地在网上发表一些公之言论，把一切矛盾都转移到对国家的攻击上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最后让他间谍身份暴露的，也恰恰是他引以为傲的这本书。正是因为书里写的故事太过真实了，所以迅速引起了国安人员的警觉，不是真间谍写不出这样的书。相关部门立刻对杨军展开了调查。事实上，杨军作为一个间谍并不算太高明，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破绽。只是过去他行事比较低调，何况在他上头也有很多更加高级的间谍帮他吸引火力，因此他才一直没有被注意到。2019年，在国安组的行动之下，杨军在北京机场被抓获。当时他正打算再次前往国外和美国方面接头，不过他再也不会有机会出卖国家了，他要在监狱里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当然，他心中的灯塔美国在他被抓之后立刻放弃了他这枚棋子。美国许诺了很多东西，但其实这只不过是空头支票。只是不知道监狱的生活能不能让杨军清醒过来，明白自己所追求的只是镜花水月。